公子有何吩咐？你会说话？哎，他是我的绿衣士，之前我吩咐他去准备一些东西，所以来晚了。宫门祖训规定，贴身绿衣士可以一起闯关，对吧？但你的绿衣士是金凡。我身为宫门执刃，有权任命自己的绿衣士。云微山姑娘，现在就是我新的绿衣士。宫门没有规定女子不能为侍吧？女子可以为侍，但我想看一下云姑娘的绿玉手环。我进入后山试炼比较匆忙，所以还没来得及。在这里。进入后山之前，有一样东西我要交给你。如果被人问起，就说你是执刃大人的绿衣士。你放心，我定当舍命保护执刃。你不信我？人心最不可信。那私心呢？可信吗？从私心来说，我也会舍命保护执刃。他不在了，我也不会有立足之地。我去准备一间客房，云文山姑娘，请跟我来。不用，我和云姑娘同一间房即可。这不合规矩吧？云文山姑娘是我指定的未婚妻，父亲去世，我当首相，只是暂时推迟了婚期而已。这是金凡的绿玉。公子离开之后，金凡就一直魂不守舍的。最后，在我和大小姐的逼问之下，才透露说三羽失恋极其凶险。于是，我和大小姐逼迫他协助我，偷偷来后山找你。我都能想象到这公子上是怎么逼问金凡的。金凡本来死活不愿意违背宫门祖训家规。但我绝不允许你在后山遇到任何不测，于是逼迫他和我比武打赌，证明我自己是能够保护于公子的。你为何不允许我遇到不测？你说呢？好。所以你是比武输了？你和公子上一起耍赖，逼迫金凡，对吗？不是，我赢了。你赢了金凡？可能他本就内心有愧，再加上碍于我的身份，所以对我手下留情了吧。但他始终不认我是你的执刃夫人，觉得我没有资格进入后山，最后才想了这个下策，将他的绿玉手环给了我，让我代替他，以绿玉术的身份进来。那现在你到底是执刃夫人呢，还是绿衣士？都还没正式拜过天地，当然不是执刃夫人了。那这位绿衣士大人，能否请你把那边冷的药粥再热一下？我的执刃夫人有些饿了。
我想把这屋子照得更亮一些，这样就能把你看得更清楚。我来吧，你去坐着。那怎么行？我怕冷，靠近灶台暖和。又胡说。姐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没有。一个想做的事儿都没有。人心里总要有点念想，才能熬过现在的苦吧。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我就想过着寻常人家的日子，为心爱的人洗衣、煮粥，在大雪封山的隐士角落里，点一盏灯，烧一炉火，过着无人打扰、厮守的日子。你干嘛想我？我哪有啊？只是没想到姐姐还这么少女心。快睡。躺一张。苦不苦？不苦。以后都不会让你吃苦的。
身有云雀，清风吟。心若磐石，安身立。公子，前山传来急报。何事？岳长老遇刺身亡。于公子，前山传来急报，需要大人您立刻返回。开什么玩笑？试炼还没结束，现在回去岂不等于失败？谁传的报？宫云轸还是宫尚权？执刃大人，事关试炼，请你考虑清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岳长老遇刺身亡了。宫红玉生了一个和自己一样重情重义的儿子，希望他最后不会落得像他父亲一样的下场。宫门执刃的存在是为了守护家人周全，亲人逝去还让我专注试炼，我做不到。就算成功了，意义何在？如果连族人的生死都不管不顾，这种执刃不做也罢。为宫门生，为宫门死。我期待你成为真正执刃的那一天，那时我帮你把执刃袍披上。你跟我说，他之前跟我要的医书都看完了，这些都是新的。子羽啊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逝者无名，他人无风。早就跟你们说过，无风此刻另有其人。贾管事是被刻意栽赃，然后杀人灭口的。谁说宫门里只能有一个无风习作？无风行事，向来小心谨慎，除非万全把握。不会轻易出手。绝公子说的没错，若真是势单力薄，无风不会轻易暴露。留下血渍，点名无风，更像是一种示威宣告。有劳你们送我回来。宫门今夜不平，云姑娘勿要四处走动，还请早些休息。好。
岳长老除了在脖子上有一道薄如蝉翼的剑伤之外，全身并无其他伤口。让医馆的人再仔细查验。是。志刚的手尾，难道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吗？你到的有点太晚了。我们已经仔细盘查过了。今夜议事厅的守卫，是岳长老自己吩咐撤掉的。直到议事厅传来浓烈的血腥味，侍卫们才发现岳长老被害。而且，岳长老把自己贴身的黄玉侍卫也留在了侍卫园。岳长老如此神神秘秘地单独赴约，倒像是要会见什么了不得的人。这是什么？从你衣柜里翻出几张刺绣帕子，挺喜欢的，一会儿带回去。以后不要乱翻我东西。姐姐是藏了秘密，怕被我翻到吧？岳长老遇害，和你有关系吗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在后山和公子羽一起。姐姐真有本事，后山还真的说去就去了。看来你不用忍受半月之苦了。岳长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场留了字：逝者无名，大人无风。又是无名。看来贾管事不是真的无名，无名还在宫门里，没死。无名潜伏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沉寂着，为何会突然行动？看来不是出于无名自己的意图，像是被人胁迫了。他在宫门里如此肆无忌惮的杀人，只会引起宫门高度戒备。之后，我们的行动只会越来越麻烦。再加上你我是外来之客，更加脱不了嫌疑。不一定，感觉宫门这次会把矛头指向自己人。岳长老见喉咙处有一道剑伤，伤口很窄，干净利落，死于近距离的一剑封喉。能够让这个人走近自己而不做任何防备，岳长老一定非常信任他，或者说非常偏爱他。恐怕这个人已经在宫门处心积虑，谋划多年，地位更在贾管事之上。他能蒙骗我们多年，定是手段不凡，我们更要加倍小心。一只无风养的狗而已，不敢正大光明，只会暗中潜伏，行鬼祟之风，行猥琐之事。那你别把狼当成了狗。掉以轻心的话，岳长老的死就是前车之鉴。你这是威胁我还是诅咒我？怎么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了？不管是狼是狗，总归是露出了他的爪子。宫门现在上下已经全面戒严，找出无名只是时间问题。宫门越乱越好，我们更好趁乱完成任务。宫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公子羽的试炼还能继续吗？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前山，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。
身体好烫。你也开始了。是复古之影的重峦，也叫做半月之影。重峦在你体内孵化后，会让你的体温渐渐升高。如不及时服用解药，五脏六腑都会被慢慢烧完。这是寒水石和紫花地丁泡的茶，我去医馆求来的药材，解不了毒，但至少可以减轻痛苦。你喝吧，我走了。你来这里就是为了送这个。龙胆草，再加一味龙胆草。谢谢姐姐。岳长老位高权重，不会单独接见身份低微之人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将宫门内所有管事之上的人进行彻底排查。虽然内务向来是禹公的职责，但禹公子正在后山进行3域试炼，追查无名之事，就交由我来负责吧。上次你们调查完，就说贾管事是无风细作，这一次怎么放心交给你？公子羽，你是不是没通过后山试炼，又不好意思承认，所以以借调查无名为由，逃避试炼呀？子羽弟弟此刻出现在这里，想来第1关试炼已经顺利通过了吧？没有，我是事态紧急。宫门祖训，试炼一旦开始，中途停止视为放弃。试炼失败，守关人已经把事情经过转述于我，按照规矩，确实应该视为失败。但是，执刃知晓岳长老遇害，在得知会被视为试炼失败的前提下，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前山，处理宫门事务，恰好说明子羽时刻把族人安危放在首位。所以，我代表后山雪宫，破例允许执刃回去继续闯关试炼。华长老，你同意吗？既然雪长老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再多言。但请各位记住，今天宫门上下为了公子羽改变了宫门祖训，那以后发生事情也就有了参照。宫门家规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，只要有利于族人利益，那宫门的一些陈旧家规，该改的就改，该破的就破。宫门突发变故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把子羽的试炼先停下来？正因为宫门变故频发，山雨欲来，所以必须要尽快定下执刃的人选，统领大局。相信子羽弟弟通过3域试炼不需花费太多的时间。在此之前，就由我带领绝宫部下，全力追查无名。与在后山的禹公子，未来的执刃，里应外合，尽全力守卫宫门的安全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对吗？对。
但是，绝公子给我闯关设了时限，那这次查案也应该给自己设下一个。无名一日不除，宫门上下都不得安宁。10天，10日为限，我必查出无名身份。如若失败，那以后绝宫上下都听从执刃的命令。但如果我10日之内破了无风之谋，而公子羽还未通过第1关试炼，那我希望宫门上下所有族人一起，在我和公子羽之间重选执刃。就如长老们所言，族人利益高于一切，执刃之位，能者居之。可是公家门规从来没有重选执刃一说。既然宫门祖训能为公子羽而改，那就能为我宫上爵而破。若长老们厚此薄彼，执意偏心，那我离开宫门便是。江湖之大，自有我宫上爵容身之域。我还未满20，不及弱冠，自然也是没有资格征选之人。但这宫门规矩，若是可以为了公子羽而改，那也可以为我宫元直而破。但又如长老所言，一切以宫门族人利益为先。那我哥哥宫上爵早已通过试炼，如果又能在10日之内清理无风，那我定会支持上爵哥哥，绝不会与他争抢。毕竟，人活在这世上，本是要血连绵。我知道，我不配。事发太过突然，一切只能从简了。哥，此人是谁？几位公主还是太过年轻，长老更迭是初见。岳长老亡故，按照宫门规矩，由岳氏族人继承长老之位。岳公子，那个岳公子，看着也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居然就当上了长老。执刃都有年龄限制，长老就没有吗？哥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你必须敬重之人。雾姬夫人，真是稀客啊。宫门刚出意外，夜里全山已经戒严。若是没有什么事情，雾姬夫人还是不要。公子羽的身世，我记起来了。夜路霜降，屋外寒冷。雾姬夫人，随我回绝宫详谈吧。耳目众多，人烟碎杂，我随公子走走就好。那我送夫人回雨宫。
夫人从怀胎至产子，都会从医馆调配专属的大夫全程看护。医馆也会留有档案记录。兰夫人的医案我早就看过，上面清楚记载早产。医案是假，医案是真，但老知恩偷天换日，改了几页。我明白了，这几页在乌姬夫人这里。绝公子聪明，但乌姬夫人不会轻易给我。我自有办法让她拿出来。知公子精通毒药，说实话，我还是有些害怕的。我作为死去之人的侧室，我本来就只算是半个公家人，我的命不值钱。但要想操实公子仪的血脉身份，光凭几页旧纸恐怕不够。如果到时候我能作为人证，医案作为物证，定能助绝公子成事。原指弟弟少年顽劣，不懂礼数，乌姬夫人不要介意。你能突然想起往事，自然是好。只是我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心意？毕竟，你视子羽亲如己出。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，久到已经厌倦了这里的一切。老知恩身故，宫门又逢多事之秋，待在这里只会日夜惶恐。我想远离这腥风血雨，在这世间找一安宁之地，独自余生。前面就是雨宫的范围了，二位公子留步。一路曲折，绝公子不要走错路才好。我不信宫门内有这么多无风细作，宫尚爵绝对在撒谎。但令牌不假，也有血字为证，贾管事也确实死了。那宫尚爵的目的是什么？威慑。威慑？让宫门自乱阵脚，胡乱猜测。谁说宫门内只能有一个无风细作？其实宫门内的无风细作，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。他就是故意虚张声势，混淆视听，把贾管事的事情掩盖过去，顺便制造出强敌压境的紧张气氛，让宫门内部动荡。他想干嘛？他都堂而皇之把事情说出来了，还不知道他想干嘛？他想换执刃呢。那他也不至于疯狂到想当执刃而杀长老吧？对了，关于第一关试炼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找云姑娘商量商量办法。金凡让你问我。是啊，我也被金凡搞得莫名其妙的。他只告诉我，第一关考验的是内力，其他就没说了。内力？嗯，他暗示的很明显。但这寒冰池，怎么看都是考验水性啊。
这试炼竟然是为了选拔继承人而设，考验水性好像不太合理吧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方才去医馆抓药，想起雨公子在雪宫应该也受了些风寒，就让大夫配了几副暖身的姜草药茶。公子记得趁热喝了。你为何去医馆抓药？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云姑娘，这几味药可都是大寒之物啊。你虽说虚火燥热，但切记也不要多吃啊。多谢大夫。最近天气燥热，就去找大夫配了几副降火的凉草茶。你这是为我担忧焦虑呢。方才看见下人们都往屋子里送兵，说公子要练功。别提了。我知道公子闯关心切，但也切莫操之过急，身体吃不消的。放心，我没事的。那我先下去了，公子记得把药喝了。哎，阿云，你不多待一会儿吗？阿云，阿云不好听吗？听起来像是小猫的名字。小猫多可爱呀！阿云，云，喜欢。喜欢什么？喜欢阿云啊。喜欢这个名字。哥，你说10日之内查出无风细作，有把握吗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有事？没有。但我有。我就想多陪着公子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去做。月桂。我看公子总爱在房间里点月桂熏香，就去药房领了一些月桂花叶，熬制了精油。我爹爹是文官，总爱在末里加一些上官家特殊调配的香味，为了辨别文书的真伪。所以，我也想给公子加一些。可能没什么功用，但如果公子闻着，心神愉悦，清净思绪，也是好的。你知道我为何喜欢月桂？教我礼乐的先生也曾教我辨识花草，粗通药理。月桂是种既恐怖又有魅力的植物，它的花意是蛊惑。的确，
世人常说，月桂既危险又迷人，代表了蛊惑。但其实月桂的花叶还代表着胜利。小女不才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月桂一直是传说中的长生之药，月中至宝，难以摘折。若有幸，可以寻到吴刚在广寒宫中种下的月桂花枝，无论挂上什么，铜钱也好，金玉玛瑙也罢，都可以无限采摘，馥郁满盆。能够摘到月桂花枝，绝非易事，所以人们将才子中举称为折桂。而西北方的一些蛮族，他们则喜欢将月桂花枝编织成环，做成头冠，送给凯旋而归的将士。所以，月桂也代表着胜利。这才是我喜欢月桂的原因。那我还真是误打误撞了。我原以为上官姑娘只会做饭种花，想不到你还精通文墨。以后厨房的事你就不用费心了，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来就好。待在厨房对你来说有些委屈。公子若是不喜欢鲫鱼，我可以换其他的。我确实不喜欢。我不喜欢鲫鱼，也不喜欢满院子花草。那公子为何还任由？你初到绝宫，急于建立威信，我自是不便驳了你面子。你是我亲自指选的新娘，绝宫未来的夫人。但是，我希望你懂分寸，知进退，远是非。什么都逃不过公子的眼睛。你说的没错。方才是不是去了愚公？云姐姐之前说要教我几个女工图案，我学了几样，正好想给公子看看。不必看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是。你种了满院子杜鹃，却没种其他花草。你可知道杜鹃的花叶？知道。上官姑娘为何只选杜鹃呢？因为杜鹃花的花艺时，我永远属于你。哎呀，姑娘心思可真细，好浪漫呀！但愿绝公子能懂姑娘的心意。宫二先生饱读诗书，自然能懂。一会儿再走，帮我再抹些墨。将岳长老的灵位放进宫门祠堂。
山雾流动，冬日更深了。执人大人，您飞木的兵已经准备好了。知道了，下去。相信子羽弟弟闯完3域试炼不需花费太多时间。在我和公子羽之间重选执任，执任之位，能者居之。如果灼烧之苦太过折磨，就用这几味药煎煮成茶，服下后练功运气。你的内功心法云锦心经，本就是一种自噬性很强的极阴心法，这种内力会让身体发寒，但是恰好能够对抗半月之影带来的灼烧之苦。想到了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刀锋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过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疑。落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紧了风铃。这不管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，圈出一片小天地。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